朋友们，如果说你们有一块这样的面料，是做还是不做呢？您更看重面料的舒适性、颜值，还是更看重它比较好打理呢？今天终于可以正常的这样左右移动了。对于爱做衣服的人来说，都有一点点这个颈椎病。发了颈椎之后呀，真的是特别难受。今天早上起来推开窗，外面都是下过雨，也不能在村里到处扒走了，实在是没事可做了。这不是好一点，今天又想要去做件衣服吗？这个面料呢是一个植物型的面料，最讨厌的就是特别容易打皱。我婆婆说不要做，这做了给谁穿啊？谁愿意穿这种搞得跟腌菜式一样的这个面料？那好在这个面料颜值还不错。本来植物型面料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。朋友们，如果说你们有一块这样的面料，是做还是不做呢？您更看重面料的舒适性、颜值，还是更看重它比较好打理呢？你们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想看看大家是怎么样想的。现在我要开始讲版喽，记得点赞收藏。圆形领宽7.5，2寸3，我们向后测量15厘米，4寸5，然后垂直向下5厘米，1寸5，我们来打好这个肩斜线。圆形领宽开宽了一个2厘米6分，领深3厘米9分，我们画顺这个后领弧线。从后中线向后测量19厘米，5寸4，我们找到这个肩低点，然后从这个肩低点向后测量15厘米，4寸5，然后垂直向下4厘米，1寸2，我们再来画2次落肩。整个的落肩量呢，从这个肩低点向后测量12厘米，3寸6。从上平线向下9寸3，31厘米，我们来画这个胸围线，4分之胸围30厘米9寸，我们直接一直向下，整个衣服的长度110厘米33寸，画顺绣弧线。后片的板非常的简单，后片的板完成了以后，我们都放缝份1厘米3分啊，都是的。然后呢，底下呢放的是3厘米9分。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后片是2片啊，这个地方呢只缝到这个地方，就向上留一个7厘米2寸1的地方就不缝啊，因为这个脑袋方便穿脱。前片我们在后片的基础上面打，从上平线向下一个10厘米3寸啊，这个是前面的领深。领宽呢，我们是沿着这个后片的这个开宽点这个地方我们下来，然后画顺整个前片的这个领弧线。小肩呢，整个就是平行下落1厘米3分啊，给它画下来，其他的都保持一模一样。前片的话呢，它是一整片的，所以它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连折线，面料对折进行裁剪。前后领弧长是23厘米6寸9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起高一个5厘米1寸5，把底下的这个领弧长分成3等份，然后我们来画这个下领弧线。整个领子的宽度是3厘米9分，我们再画这个平行线，整个领子就出来了。这个地方是连折线啊。这个是一半的板，这个后片这个地方全是做的包边。整个后片的包边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标记，就是从上到下啊，我们板上面8个厘米的地方只缝到这里，这样子留一个口子，脑袋可以装进去。另外呢，底下啊，因为也是有一个要开叉的。从下到上30厘米的地方做一个标记，不缝，方便走路。做衣服真不能偷懒，看一下这个包边的再缝合起来，是不是很高级？肩缝和侧缝全部做的来去缝。
这样就不用锁边啦，还有底边，在这边就可以了。老式缝纫机也蛮好做的，做的蛮好。整个的袖口呢，最后给它包上边。袖口的包边做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做领子。领子呢，2片全部都上给它烫上衬，然后把寄样板给它画起来。做这个领子呢，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啊。领子这个里头，我们在这个衣身上面要去给它烫一个这样子的线条啊，窄窄的，这样子这个衣服的这个领子这个地方它就不容易变形。我都是先把这个外面啊给它缝合。然后呢，这个上面给它压一个0.1的明线，里面呢全部就是用手针，像这样子长针缝给它缝好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在这个正面就不需要去压明线了，正面就看不到线迹了，这样的衣服做出来才是比较高级。这个面料做出来其实还是蛮高级的。这个领子的后面呢，去给它做一个小耳畔，然后这边就装一个扣子，后面就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衣服终于是做好了，虽然这个面料的颜值很高，就是蛮显气质，但是个人感觉会显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啊。另外一个第二点，就这个衣服我感觉做的太大了。啊，我只有115斤了现在，但是呢，这个应该可以穿到150斤。啊，这个版型大家做的时候稍微给它做小一点点。第3点就是这个面料的话呢，虽然不薄，但是呢，它在那个光的下面还是很透光的，所以你直接就这样穿内内出去的话，会有一些尴尬，就是里面还是得去穿一个吊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可能就会有一些热了。整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款式啊，后面开叉，这个后面领子之后的也是开叉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衣服直接这样穿的话有点小胖啊，因为它不收腰啊。我们要么就是给它系个腰带啊，系个皮带，或者用本色布给它去做一个腰带。还有一个穿法呢，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，用这样子的醋酸或真丝的这个围巾 A。给它去做一个收腰，蛮特别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